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含着眼泪，有一种是感动落泪，有一种是笑到流泪，还有一种是以泪洗面的。不管流的是什么泪了，只要我们还笑得出来啊，那就是破涕为笑的赤子之情跟返璞归真了。这个不简单哦。会笑的人呢，命运都不会太差，因为命运差的人呢，根本就笑不出来。所以会不会笑，跟命运的好坏也是息息相关哦。我在演讲的现场都会很注意很刻意去观察听众或者观众的反应，以便随时呢对我演讲的内容做出适当的调整这样才会接地气嘛，才会对机嘛。所以在我的演讲里面我没有去打草稿的，因为必须看现场的情况啊。那比如说了有时候我会讲到一些感人的故事现场就会看到一些人热泪盈眶感同身受。那讲到一些好笑的笑话的时候，现场大家会捧腹大笑，笑成一片有些人还会调侃开玩笑说：“哇，笑到抽筋了。”不过就有一些人当你讲感人的故事他无动于衷；当你讲到笑话的时候呢，他笑不出来，从头到尾就是一种脸叫做同一面这就是赤子之心还没有被启发了。那原因可能是他人在演讲的现场，但心在外面因为可能有心事心有旁骛所以心不在焉那还有一种原因是心灵僵化，也就是自己常常处在自己冰封已久的心灵世界。那这个就不容易被感动跟触动好，那不管哪一个原因追根究底就是没有赤子之心。那我们学佛或做志工呢，有3个期许很重要。这个是证严上人呢教导我们的。第一个，要学狮子的勇猛心第二个，要学骆驼的耐力第三个，要有赤子之心所以如果想要自我验收了学佛一段时间的有没有进步那这3个条件也是我们值得观察的指标有赤子之心的人比较容易返璞归真也就是童心未泯返老还童因为这样子的人呢，心中无邪，心念纯真，所以感受会很清楚，感觉会很敏锐这也就是证严上人常常提醒志工们的，要心宽面纯那心宽面纯就是赤子之心，也就是心地柔软因此呢，心地柔软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慈悲了。所以才说嘛，柔软的人容易慈悲，慈悲的人不一定是柔软的所以柔软是慈悲的基础比慈悲更重要这样讲可能有些人还是无法体会拿一句近思语来解释，大家一听马上就豁然开朗了。以前我们有讲过了这句近思语就是心地好，但嘴巴脾气不好，这样也不能算好人意思是说，心地很慈悲，但嘴巴不慈悲虽然豆腐心但是刀子嘴出口就伤人讲话直言直语，心直口快，动不动就发脾气，讲话就好像在教训人一样的或者讲话常常都意有所指，话中有话，让人家听得不舒服这样的人即使心地很慈悲，也是不能叫做好人这句话是证严上人的警示真言所以柔软的人容易慈悲，也容易有赤子之心这样的人比较能含着眼泪带着微笑也就是说菩萨道即使受尽了委屈
或遭受到凌迟，或受到冤枉，他还是道心坚固啊，目标坚定，勇往直前的。这种人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考过爱对喽啦。做志工或行菩萨道，能做到爱考过爱对喽哦，这个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才做得到，也不容易哎。伤心而哭，冤枉而哭，有的人就不来了呢，他还继续来哦，对。所以有这种赤子之心的人哦，他就比较容易含着眼泪带着微笑了。这也是一种好修养的境界哦。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是表示一种内心复杂的情感，又要流眼泪，又要微笑，这很复杂，不是吗？哦，在面对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呢，虽然感受到悲伤或难过，但却还是保持微笑哦。这是身处在逆境中，依然保有坚强跟积极的态度啊！这个对走出困境有很大的帮助啊！我曾经看过一出日本的电视剧啊，那这个剧情的描述一个家庭呢，丈夫很早就往生了，那这个太太呢，在这个家境贫寒跟艰困的环境中呢，含辛茹苦把唯一的女儿呢抚养长大。那她为了训练这个女儿坚强独立的个性呢，以便应付将来出社会后面对种种的磨练跟挑战啊。那这位母亲对这个女儿呢，从小就给她很严厉跟正向的人格教育啊。好，女儿终于大学毕业了啊，并且在一家老板呢很苛刻的公司上班了。那由于她出身卑微又缺乏背景呢，因此呢，在公司里面不但受到同事们的轻视跟排挤啊，同时呢，也常遭受到老板无理的对待跟羞辱。那她每天都怀着这样的悲伤的心情上班，为了要为五斗米折腰极力的忍辱啊。直到有一天呢，她自己认为说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于是呢，她就带着低落的心情呢回到家跟相依为命的母亲呢倾诉告诉母亲呢，她准备要辞职了。离开这家公司，因为待不下去了。母亲了解整个过程之后呢，她很同情女儿的遭遇啊，在一番安抚之后呢，却以严厉的口气对她的女儿说：“你从小再怎么苦都走过来了，遭受这样一点的人事挫折就要离开公司吗？你要学习感恩你的老板跟同事，并且激励女儿啊。”悲伤的时候更要展现笑容啊！痛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这是一段精彩又充满人性哲理的对话我记忆非常深刻，也很佩服他们日本的这种电影或者连续剧也好这个编剧的功夫很厉害可以写出人性的至情跟自信那像这种铿锵有力的对话很发人深省、振奋人心的，不简单其实生命中最艰难的经历，往往让我们成长的最多。因此呢，我们要学习感恩逆境佛法里面就有这句话：感恩逆境嘛，才会成为真上缘嘛，不是吗？有时候忍耐甚至是忍辱虽然会让人很痛苦。但如果能够随时调整信念呢，以苦修来视之这经验会告诉我们，再怎么苦，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且呢，会船过水无痕在忍辱中或困境中，唯有保持持续的精进，才会越早越快脱离险境，这样才有机会脱困而出所以各位看六度波罗蜜里面布施、持戒、忍辱之后马上接什么？精进。忍辱后面接着精进，这样排列是有它的道理的。也就是说，受到屈辱，你还要继续保持精进、忍辱、精进嘛？不能停下来
如果你停下来，那就跟困境纠缠在一起，停滞不前了哦，那就会捆绑一起，没完没了了哦。所以要加速往前迈进，才有可能加速远离困境啊，远离痛苦啊。这就是佛法上讲的离境跟断舍离的功夫嘛。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忍到尽头，自然就会超越。所以不止离境很重要啦，堪忍也是很重要啦，在我们的生活中啦。因为忍到尽头，才会苦尽甘来嘛。尚未甘来的苦，还不能算是最苦。一旦甘来了，那就是苦尽就好像太阳升起来啦，黑暗自动消失一样嘛。那甘来之后，我们再去回首当年才能断定过去那一段真的是很苦啊。回想当年不过那已经是过往云烟了哦，已经不再跟我们有关了哦，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苦了，已经走出困境了嘛，那是以前的事情了嘛。所以苦到尽头而超越了甘的界限，那就是清凉的境界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每个人都要从我们的生活中或工作中呢去体会其实这个道理就好比是什么？吃苦瓜啦。有人不喜欢吃，因为很苦；但是有些人很喜欢吃因为很甘。那苦瓜到底是苦还是甘啊？其实是不甘不苦啦，甘就是苦啦，苦就是甘嘛，叫做不二法门在悲伤或痛苦的人生经历中什么样的意念决定什么样子的心境而什么样子的心境就决定了什么样子的命运。所以才说以心转境，以念转运嘛。生命中最难缠的人，往往让我们学习的最多。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哦。痛苦的泪水是激发我们心智成长的甘泉，别人浇向我们的冷水是让大树成长的养分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如果母亲因为疼惜或不舍而让这个女儿呢逃避，好吧，离开吧，这个公司太过分了，我们离开吧，辞职而让女儿逃避这个困境的磨练跟考验呢，女儿就会失去锻炼心智的良好机会，会成为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累的小花啦。然而睿智的母亲在女儿身心俱疲的这个逆境中以赠予逆受女儿让女儿没有懦弱跟退却的空间这个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绝处逢生也就是将悲痛淬炼而化为力量这个是重新培养出来的抗体细胞这种重新再迸放出来的力量，我们叫它叫做生命力那遇到不如意或悲伤的时候呢，不妨试试面对镜子强颜欢笑一下这个也是方便法虽然那种微笑看起来是皮笑肉不笑不过我们会发现情绪低落之际的一笑虽然是有点勉强可能也很假啦，但却十分珍贵它会改变我们的心情因为假酒也会成真结果变真对就像金穗所说的，世上最美的笑容是病人的笑容因为不容易做到也很难看得到所以不但美丽而且珍贵嘛。那伤心人的微笑何尝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世上最美的笑容是什么？是灾民的笑容如果有参加大灾难的现场看灾或赈灾，你就有这种经验灾区里面残垣断壁，死伤累累的但是在慈济志工的大爱抚慰跟陪伴之下呢，跟那个激励带动之下呢，灾民们化悲愤为力量这个时候在极度悲伤之下展现出来的那种笑容也不输给病人的笑容也是很美家里死伤这么多人呢，
他还笑得出来啊。所以含泪的微笑，可能是感恩的泪水化为会心的微笑，也可能是悲伤的泪水化为强颜欢笑。那无论是会心的微笑，或强颜欢笑，甚至是皮笑肉不笑，只要还能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啊，那就是乌云密布里的一道阳光啊。它代表的是还有希望，希望什么？希望拨云见日啊，重见曙光啊，雾散云开见青天啊。生命的自然法则是有生就有死啦，有死就有生啦，有福就有祸啦，有祸就有福嘛，有甘就有苦嘛，有苦就有甘啊。所以才会说苦尽甘来，福尽悲来，物极必反，就这个意思嘛。就好像棒球比赛一样啊，你高飞球的接杀跟全垒打的得分一墙之隔啊。同理啊，日常生活中感恩的泪是感恩的泪水呢，还是哀怨的泪水呢？也是超于一念之间嘛。对，同样含着眼泪，有就是很苦，有就是很感恩呐、啊，对不对？不一样啊。所以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应该是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啦。那是内化的勇气，将悲痛化为力量，就好像是强风暴雨中的那个依然盛开的花朵啊。它让我们风雨生信心啊，让我们找到乘风起飞的力量啊。疾风知劲草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破涕为笑，跟伤痛是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这两句话都是充满了激励跟鼓舞的作用哦。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情来缅怀一位亲朋好友的去世啊，这个远比呢哭哭啼啼啦、情绪低落啦来得好啦。不过这个也是要有正心跟正念做后盾哦。即使曾经流下了不舍的眼泪了，这些眼泪也必定是带着怀念跟感恩的好眼泪。这种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心情跟表情呢，会帮助我们更坚强更勇敢啊。因为我们相信怀念跟感恩也会让我们懂得珍惜自己，尊重生命哦。好，刚刚前面讲了一堆啊，我们分享了很多哦，都在强调生活中要带着微笑很重要。不过现在话再说回来哦，我们来探讨一个议题哦，笑真的就是快乐吗？一般人说到忧郁症啊，都会联想到什么悲伤啊、绝望的情绪嘛。但如果我们习惯把忧郁低落的情绪隐藏起来，我们如果习惯这样子的，把我们忧郁跟低落的情绪隐藏起来哦，然后用笑脸迎人的去取而代之啊，很假的意思的也就是明明心里是很哀怨痛苦啊，但脸上表现出来是强颜欢笑。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哦，注意什么事情呢？就是发生微笑抑郁症的机会也会增加。微笑抑郁症啊，也因为崩溃的内心不容易被外面的人发现，所以这个甚至比忧郁症更加危险啊！明明他看起来很好啊，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呢？以前我们不是有分享过吗？台湾的国际雕塑大师朱铭跟一代巨星李玟，明明看起来都很好啊，一点都看不出有一点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甚至刚刚还跟家人一起用餐啊，怎么会突然的想不开而结束生命呢？其实这个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其来有自啊，早就有端倪了，只是被他自己刻意的隐藏起来，他自己很清楚，但是旁人或家人呢完全看不出来。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明明在众人面前是有说有笑，回家后呢却大哭一场原来在众人面前他是戴了面具，让大家开心欢笑，却忽略了自己也有情绪上的需求啊。这个就是微笑抑郁症啊。
以前台湾有一位很杰出的谐星，叫做许不了，口北料啊，大家都认识这号人物嘛。他就是这样的例子啊，因为太出名了，所以被黑道纠缠，明明心里很痛苦、很难过，但却刻意用搞笑或笑容来掩饰难过。这个比一般的忧郁症更危险了，刚刚讲了嘛。所以以前读书会我们有说过啊，要学习小丑菩萨游戏人间的精神跟功夫，这个是没有错啊。但有些小丑却选择轻生，包括英国一位很出名的喜剧泰斗啊，最后他也是选择轻生啊，令人错愕。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跟警惕的啊。这些人要轻生之前，完全看不出他的征兆的啊。那有可能你我也是微笑抑郁症的潜在患者哦。啊，这个微笑抑郁症英文叫做 smiling depression 啊。那我们有可能是这样子哦。就是游走在忧郁症跟正常之间的类忧郁症啊，这个是不容小觑哦，要用心防范哦。不管是忧郁症或微笑抑郁症，我们可以测试看自己是否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啊。我们大家可以拿下面的这个测量表然后来测试一下。那这个是美国著名的心理专家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 这个博士啊设计的一套包括微笑抑郁症在内的各种忧郁症的自我检测量表，总共15道题目，大家可以测测看自己得多少分啊，这个叫做自我把脉啊。那15题是什么呢？问你的哈，你要答，你自己要答答没有的是0分答轻度的是1分答中度的是2分答严重的3分那15题是这样子。你是否一直感到伤心或悲哀呢？第一题的哈。第二题，你是否感到前景渺茫呢？你是否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或是个失败者呢？你是否觉得力不从心或自叹比不上别人？你是否对任何事都很自责？你是否在做决定的时候犹豫不决？你是否一直处在愤怒跟不满的状态中？你对事业、家庭、嗜好或朋友是否都丧失了兴趣？你是否感到一蹶不振，做事无精打采啊？你是否以为自己已经衰老而失去魅力了？你是否感到食欲不振或情不自禁的暴饮暴食啊？你是否患有失眠症或整天感到体力不支、昏昏欲睡？你是否丧失了对性的兴趣？你是否经常担心自己的健康？好，这总共15题啊。刚刚讲嘛哈。你如果回答的时候你如果答我没有这个问题0分有一点轻度的1分有一点的不止有一点点，好像很明显的2分，哇严重这个写3分0、1、2、3四种分数那测验的结果了0到4分是没有忧郁症的，那5到10分呢，偶尔有忧郁不治症，偶尔有忧郁的情绪那11到20分呢，有轻度忧郁症21到30分呢，有中度忧郁症那31分到45分呢，严重的忧郁症，并且需要立即治疗啦。这个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这张表大家自己有空的时候就去自我把脉一下那什么是微笑抑郁症呢？一般人认为忧郁症是什么？无精打采啦，满面愁容啦，垂头丧气啦，离群独居啦等等。那微笑跟忧郁看起来好像是风马不相及嘛，对不对？
怎么会取名为微笑忧郁症呢？因为微笑都是代表心情很好啊，生活很愉快啊。那忧郁刚好是相反啊，对不对？那把微笑跟忧郁两个连接在一起，好像有一点连接不起来嘛。所以微笑忧郁症这个名词很令人好奇呀，也令人呢提高警觉。随着我们背负的这工作压力增加，就好像现在疫情过后嘛，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啊，生活成本增加，压力自然是跟着增加。有些人生活都已经喘不过气了，更何况还要带着微笑，即使要笑，也是勉强压抑内心的不愉快，而笑得很不自然呐，一看就知道是苦笑啊。那一般人在少年的时候呢，是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的跟情绪的，也就是比较容易真情流露了。那是小孩子跟少年的能够带着微笑，一般都是真正很愉快就笑出来了。但是当人逐渐长大的时候呢，即使心里不开心甚至很难过、很痛苦还是得学习控制情绪EQ 不是吗？对，还是要学习微笑去面对别人这种矛盾的现象呢，医学上称之为微笑抑郁症这个尤其在以服务业为职业的笑容最为典型职业笑容不是吗？他们会强迫自己在别人面前展现出最完美的一面哪怕自己内心是悲痛的在别人面前也要强颜欢笑因此呢，这个微笑抑郁症是因为抑郁或郁卒被刻意用微笑去掩盖，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是隐性的，被隐在里面，好像生病一样你看得出来那个病症，你就知道生病了。病在里面隐性，你不知道，这个危机更大，危害更大。所谓的职业笑容，什么叫职业笑容很多时候呢，那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出于什么工作的需要啦、面子的需要啦、礼貌的需要啦、尊严跟责任的需要啦等等。所以人前微笑，人后落泪是微笑抑郁症的常见的症状那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的落差但有不少人由于工作或其他的原因呢，把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给抹杀了也就是刚刚讲的刻意隐藏不让人家知道了，所以才说抑郁症嘛。那这个这是抑制，勉强压制他的意思造成情绪跟压力呢没有宣泄的出口。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要懂得学习善待自己这样才能自保把自己照顾好一般而言患上这个微笑抑郁症的人都是比较优秀的人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美好的形象，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绪而当这个承受的压力大到再也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也会很大可能会从一个极度自信的人变成一个非常自卑的人，甚至恶化产生轻生的念头。而更要命的是，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刚刚那讲的几个那名人不是这样子吗？像那个朱铭李玟就是这样子嘛。那微笑抑郁症就是理智过度压制感情，当感情被压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反弹物极必反这样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呈现不舒适、不舒服甚至导致神经系统的损害而一旦神经系统无法良好运作，内分泌就跟着失调了，免疫力就跟着下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很容易生病，不是吗？那看起来好像是身体的病，生理上的病，其实追根究底是心灵的病好，那对抗
微笑抑郁症有3个方法。好，第一，发展喜欢的体育运动，每一个人都要运动啊。对于情绪容易忧郁的人，一定要培养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体育疗法是治疗微笑抑郁症的最好方法。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每周都有规律的运动时间那么即使有忧郁症也会很快减轻哦。因为体能锻炼能够给人一种轻松自主的感觉，身体的活跃能有效的清除情绪的压力而身体的健康也能够指引人的神经系统往好的方向去伸展第二，多吃蔬果，平时要多吃蔬菜跟水果，最好是茹素啦。但是如果不能全素，至少能做到少肉或者无肉因为素食或蔬食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的，因为很多水果中含有的维生素 B 能够舒缓紧张的情绪就好像香蕉啦、梨子啦、那个樱桃啦、苹果啦等等其实其他水果也是很好啦。好，第3种，文法对抗忧郁修道文法能使人的心灵平静心境安稳因为正法能让我们产生正能量嘛，有正能量就能以正破邪这是对抗忧郁情绪的灵方妙药所以每天都要有文法读书做笔记的时间。以前我们不是有讲过吗？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背没有，不能一天没有准备意思是这样子吗？其实直接有效的方法，多听佛法，多看佛书，多看志工，就这么简单这个是直接重点好，以上这3个是对抗忧郁的3个不错的方法。那患有忧郁症的人本身是非常痛苦的嘛，仿佛迷路在黑暗的森林里十分迷茫跟恐惧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时候会有情绪高低起伏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情绪发泄出来，不是要积压这个抒压不是久久一次的随时就要抒压的可以尝试放下工作啦，休息片刻啦跟好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把自己的那种烦恼的情绪排遣出去嘛。不过呢，总不能没事常找朋友聊天你有空别人不一定有空所以求人不如求己运用自己的力量可以有效的调节，自己的力量是最有效的调节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还是要把刚刚讲的那个3点呢持之以恒去落实的这个是指轻度忧郁症而言的。那如果是忧郁症是比较重的呢，那就要寻求身心科专业医师的帮助了好，讲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疑惑什么疑惑刚刚你前面不是说在悲伤中更要展现笑容吗？可是之后你又说，明明心里是悲伤痛苦的，你却要强颜欢笑或职业微笑、职业笑容，就刻意压抑，造成自己微笑抑郁症。那这样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听起来好像的确很矛盾。不过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还是可以从细腻中去找出它的端倪出来因为道理藏在细节里。这个道理是什么？它就是说在悲伤中的笑容要确保笑过之后一切云淡风轻，在心中不留下任何伤痕跟痕迹的。这个就是一笑置之，也就是佛法讲的心上无痕，不至心中了。而如果要避免人前微笑，人后落泪这个就要确保我们是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也就是有微笑但没有抑郁，这样就保证不会有微笑抑郁症的啦。好，
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